去金门买的车，是不是特别便宜？卖车要运回去，还有一笔运车费，还有工嘛。对啊，对啊。他们就会仗着这个然后去压价钱。那金门有头塔也没有，也没有，没有任何的汽车新车厂商。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捷运汽车。这种感觉有没有像要出国的感觉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跟那个超派人证一样，去什么越南啊，然后深圳啊？甜甜，我们今天行程是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是不是？可是我们是要去金门呢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去金门收一台车，应该是这么说，金门的居民哦，要卖车其实很麻烦，而且价钱很不好。为什么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嘛，我们就必须要花至少半天到1天的时间坐飞机到当地去估价，那个风险跟成本很高。再来就是呢，你车子要回来，金门一定要坐船回来，而且坐船回来的金额大概是接近1万块，所以就变成是当地也没有中古车行。我查过咯，整个金门县不管是 Safe、Hart 或者是 SUM， 就是3大车行体系的，总共只有1间。我们就来实际记录去金门买的车是不是特别便宜，然后它当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难买，会是什么样的状况？不用，我们就这样子。所以你们是换车才把旧车卖掉？想换那台空间有点不够大，因为有小孩子。车子在上面。对，我现在上面停车场。哦 ，OK。你们金门要卖车是不是很不方便啊？还好，就是还是有人在收。对，哦，还是有人。价钱就是要比。价钱应该比较差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小间的那种嘛。哦。然后还有一间那个什么 SUM。好车大联盟的。哦，对。因为我猜应该是价钱应该会跟台北有一段落差。对。因为他们都会仗着说，捷运汽车呢，现在提供一个二手车线上查询估价网站，输入 AUTOSTAR， 点选呢二手车线上估价，16个厂牌，160个车型，还有5000多笔资料，填上点资料呢，就可以给你一个最精准的收购价格哦，安心透明的一个中古车收购服务。卖车要运回去，还有一笔运车费，还有工嘛。对啊，他们就会仗着这个然后去压价钱。讲真的，我也是第一次来金门收车，生平第一次，买了几千台车。看你们去澎湖啊，所以想说你们应该会过来走走看。跟你借行照跟钥匙，谢谢。您当初买新车吗？对。OK， 好。所以在这边这边有卖马自达的，金门有业务了，但也是运过，没有车厂。对，也是保养，没办法回原厂。那金门有头塔也没有，没有任何的汽车新车厂商。对。所以你们买车都一定要去本岛看，然后再请业务运过来。对。看起来都正常的，就比较旧一点。跑多少啦8万多。17年跑8万多也算蛮会跑的。金门不是比较小吗？正常是要比如说南北跑才可以跑那么多。你们当初为什么会买这台车 C33？ 因为比较像休旅吗？还是？对。当初新车价多少？80几。80几。因为我们跟你报43嘛，对不对？那有其实都差不多，但有一个差距就是那时候没有估算到4条胎都完全平了，因为这已经到安全线了，这我们回去一定要换。对，就是轮胎的部分，因为4条都要换，可能会差个1万块。车子是就比较没有在照顾，那都还好，外观要烤漆。那因为我们原本讲的是这个现况嘛，我们多1万多块的成本，那就看42万你愿不愿意卖这样子。因为这个是一定得换的，这个验车不会过，它碰到这个安全线就不会过。如果我说不要问机车，会，对，因为我飞机票都1万了。要不然。可是我说真的啦，我跟你讲好，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给你占点便宜。哎，那当地估多少？40、38，我猜。差不多42、40，对。哦，有到41哦，那也没有差很多啊。对。好啦，那就没有想象中的。我以为比如说我跟你估42，我当地可能38、9而已，我猜啦。差不多40、41的。40、41就差2万块。有估到最高，我们估到有42的，43的，43也有，只是变得我们还要自己出运费过去，变42了。那还是一样啊，我轮胎要换1万，运费1万，成本就4万5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42.5。有出厂证吗？有，太好了。因为没有，其实正常是会有影响的。过户你不是也要过去监理站吗？我们回台湾办，
因为没有办法一台一台去做。那到时候证件你们要带过去？你给我身份证影印本，好，拍照给我，或者是你影印给我，上面写现旧车这个车号使用这样子。那钥匙有2把吗2把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帮你查一下，他会不会？你之前有贷款吗？对。怕是他有个清偿证明要拿，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我检查一下，如果有贷款，他就会限制过户，要跟银行拿清偿证明之类的东西。有可能你缴清的时候，有些银行会自动帮你办这件事情，有些不会。没有，他就没有动保，就是你这个车子是可以随意过户的。是。那但是就是要去补发这个牌照登记书，插牌灯。那你就牌灯补发完，寄到我们的地址，好不好？卖方帮我签名，然后留身份证字号。我这张牌灯的影印本留给你，你去监理站你就跟他讲你要补这个就好，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加个 LINE， 你把这个汇款账户跟我说，然后我请会计1点去汇。然后我要给你我的身份证正反面，你慢慢找，因为拨款要一点时间。你收到款项，然后你再把身份证传给我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你比较有保障。那手册在这边嘛，那2把钥匙在，很没有卖车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啦。谢谢。所以这边金门当地有几家车行？2个。很多啦。那小的都在哪里？因为像我们台湾，比如说没有故意的。我有一块地，我就自己弄了。对，它没有聚集的点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去绕绕看。那你们这样子车子都去哪里保养？当地的保养厂。对。那会保养比较贵吗？还好他那台做一做应该不到2000。可是那你那个宾士怎么办？像这种比较高阶的进口车，也是都给他们保养。哦，就是信任的保养。对啊。哦 ，OK。那如果保固呢？比如说车子坏掉了，因为我在当地修。对，就是当地修。因为你如果要送回原厂，你要再运费，来回就要2万。对啊。哇，这是个生意耶！还是我们来西门开一间？可是人家大商场开都倒了，我们确定要做这件事吗？那我们就走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就来实际看看这个车子，我们陌生的去金门的中午车行，他会不会因为就是刚刚客户说嘛，要运回去运回来，一来一往要2万，他会不会占着这个优势啊？就是讲实话啦，就占用这样子的内容，给你估得特别低。但我知道哦，金门的二手车卖的比台湾本岛还贵一个段落，真的。而我们现在来到任何的汽车都会聚落嘛，对不对？刚刚客户说没有原厂嘛，我们找到一间原厂了，有没有？福特的原厂，这边有一个好车大联盟的中午车行，我们等一下就看，看看有几家车行，一间，看前面还有没有？现在目前有一间这个一间，没了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中午车行，交给你了，因为我这个大概99.999%会被认出来 ，spy 的工作，间谍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紧张？紧张，会不会回不去台湾本岛？回不去就回不去啊，这样算职灾，对不对？职业伤害，对不对？好，交给你了。你直接跟我报好了，因为我也要问我姐。对，预计应该是在37，有没有可能再高一点？可以再加，但是可以加。好了，谢谢。你刚刚去几个车行？3间。我们遇到一个状况，其实金门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网络上查得到的车行有是联盟体系就1间而已，那也只有那间报价，他报多少钱？37。台北的行情42的话，在这种离岛，它因为资讯都封锁，然后你这个车子要卖到台北去，你必须要坐船嘛，那很麻烦，而且是可能性很低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所有的离岛，或者是有时候台东啊、花莲啊，也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为什么？二手车卖的比我们贵5万，收的比我们少5万，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获利空间。毕竟台北竞争嘛，毕竟我们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估的价钱算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总之我们就知道了，原来实际当地的估价是比台北少5万块。我们跑了3间，另外2家，一个是不报价，一个是没开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敲门没有人。所以就是我们实际在这个地方探访，也让你买卖中古车有个了解，就是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全省都买卖的吗
3、4年前。哦，没那么久，大概2年前。那我们有个 Auto 是它估价网站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其实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变成是采购是台北、高雄各个地方都愿意去买啊，彰化就每个县市约高铁站收购，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服务扩展出去以后，我们台北的价钱买到台北车的成交率比较低，因为台北的行情可能，他找另外一个人比较也卖得到这个价钱，所以他就没有找我们。可是呢，我们用同样这个价钱，我们去估台中、高雄、台南、屏东，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价钱很棒，然后这整个交易是舒服的。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就是谁买卖都不想吃亏嘛。我看一些很多留言说啊，这个车主怎么可以这样做？我觉得非常合理。我买卖也不想卖到最低价，我也不想被骗啊，我也想卖到一个市场行情，甚至市场行情以上的价钱啊。每个人都想要占便宜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估这个价钱，我有本事卖得掉，那就是我的本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回过头，外县市想卖车，跑一趟路来台北做估价，或者是询问台北车商多比较，或许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价格，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价格。当然你也可以找我们啦。好，那最后嘛，车子要怎么回台湾？坐船，坐船也真的蛮麻烦的。我们现在就要往这个廖罗码头。这个车子哦，要可以回到台湾，还要专柜，所以其实价钱不便宜。我们那时候问是多少钱？9000，对不对？啊，哇，真的是码头。身份证，好。为什么要看身份证啊？为什么要看身份证？因为这边是管制区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你有吗？大哥，我们到廖罗码头了，我们要往哪找你？你是跟前面那台车的吗？对。有堆高机有车的是不是这个？对。来，现在加资料。好，费用要先给吗？不用了，也可以到那边付啊。到那边付，好，我到那边。这边做。直接做一个货柜。对啊。要固定吗？要固定啊。他现在就会上货柜吗？没有，要台北的话明天。明天才会上货柜。哎。我知道。它是做怎么样的船？长什么样子？就货船了。货船哪一艘？可以看一下吗？装货柜的啦。装货柜，就后面那些货柜这样子。就每一艘就装在一个货柜里面。哦 ，OK。所以一个货柜只有放一台车而已。为什么明天开船，礼拜5到？船明天才会到金门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记录，所以会比较啰嗦一点。哦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可以。哎，车钥匙要帮我放上面。好。所以是像那样的船，是不是？对，差不多这么大。差不多。所以它是从哪边弄下来？那台？高雄过来的。高雄过来的，也是你们的船。对。我可以走过去看一下吗？可以。好。其实这边还蛮没有管制的，我以为他会不让我过来，他就这样子一格，然后用这个大起重机吊下来。那边也有，你看那边也有，也在吊货柜。有没有？你看货柜在动，一样一个大吊车把它吊下来。我们最近好像跟货柜厂很有缘我们后天还要再去基隆开别的车，你看他那个在动那个要搬过来了。你要好好拍啊，怕什么？在这边他不会过来啦。你有发现吗？他是八股的开我们拜甜甜所赐，他刚刚开车的时候不小心 A 到那个老伯伯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呢，车主带我们去吃饭，他说金门开车是跟在台北开是不一样的。这边是总兵署，就是以前的官署。你们想进去看吗？不用，你跟我介绍就好。的那个就是地窖那种，对。OK， 就是那种清朝时间的，但这一区就是市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金门的房子1坪多少钱啊？会不会很便宜？看地点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金门房价其实真的蛮高的。蛮高的。对，如果像你在市区，现在1坪应该将近30万。没有吧？30已经是蛋白区了这边可能不止了。就是你在市区外围啦，就是蛋白区的地方，最少都要将近30万。哦 ，OK。那现在金门的兵都在哪里？很远，都有哦，四处都有。对，只是都是很偏僻，已经很少了。已经很偏僻的地方。我以为比如说一个区域，然后带很多人去做他们的生意。那金门有什么好玩的？我一直就是
景点啊，它不像澎湖说有什么可以玩，对啊，玩水的啊什么的啊。我这要几个？2个，你们要不要吃？ 900哈。好。我要广东粥，你要皮蛋还是广东？皮蛋。还有油条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通常只有早上会有，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没有，但是配油条真的是没办法。你刚刚是撞到哪里？右前。右前是不是？那这样车价要损少5万呢，怎么办？有哇，很严重的呢。所以他也没跟你签照折单，警察有来。阿贝一直说不用。你知道车主就是很热情的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千万我要载你们去吃东西之类的。他一直怕我们被骗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计程车会很贵，而且我叫不到 Uber。你知道我刚刚怎么去找你吗？步行。因为我们录完这一集，以后不能踏进金门。对啊，机场上面贴我们俩的人像吗？对。模范街就是观光客都会来的一个地方。对，但是为什么叫这名字我不知道。你打走上去，你就会觉得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对，最主要是它现在就是那2排。对，这2排红色的。古迹。对，然后就是维护的还蛮好的。这看起来不像古迹，像平房啊。就是早时的商店街之类的。其实真的还蛮古老的，还很多那种。走过来就有点感觉。然后就。对，你远远看就觉得还好。哦，好，对。没有卖烧饼。没有。好，公休。也是蛮有名的。好，这个吗？怎么贴？哦，你推荐这个是好吃的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它的那个咸酥口味跟黑芝麻都是我的最爱。甜甜，你要买吗？不要，好，那我买个。你说咸酥是不是？哦，咸花生酥 ，OK， 好吃的。好，他们也有综合的，有5种综合跟13种综合的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我买。还是你要试试看看，我先给他试试。好，给我试一点点就好，好不好？吃咸酥的好，咸花生酥这个。它是加黑芝麻跟那个盐巴，也蛮香的。贡糖是怎么做的？花生跟麦芽。我拿我们独家口味的桂花给你吃看看。好啊，就你推荐的嘛。这是我们独家口味，它是加天然的桂花瓣。桂花对不对？对，会建议就是先小口吃，然后到最后面再吃整块。哦，这口感不一样。对，然后整块吃，然后再喝一杯茶，它就会回香。这是我们独家口味。好，那各1包吧，花生酥、黑芝麻跟。你这方面还是你要综合，这有13种口味，也有5种口味，它有分素的，也有分那个荤的。就这一个，然后你刚刚桂花的是哪一个？桂花是这一个。好。好，那560。那需要小皮带吗？不用，我们回去大家分。那如果台湾订得到吗？记得来。打电话。哦。谢谢哦。它只是多了一个运费。运费这样要多少？要看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包数，这边是包数。运费15包200，还好了。OK， 谢谢你。谢谢。哎，我今天有观光客的感觉，我是来买车的吗？在什么霍山隧道？宅山。啊，这念宅是不是？不是霍元甲的霍啊，宅山隧道困到。你知道我刚刚原本还要去租那个 U-Bike 去救你，去找你，你知道吗？最后我租了20分钟还没注册好，我就放弃了。那像你金门人是不是就只要在金门当兵，不用去别的地方当？我那时候新训还是要去台湾的，哈，然后下部队就是可以调来金门，无条件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对啊，也是要看兵种啦。金门好像没有空军啊。这边都是以前那些跟人工开发的。我相信。然后这个都是花岗岩，所以很坚固。所以他们以前很惨，就对了。对，他们以前蛮惨。然后这边就是每年的固定的时间会有那个康道音乐节，就他们会划着这个小船，然后像这样子。哇，为什么它会有水啊？对，里面会有水。哦，下面有水，所以我说蛮特别的。对嘛，因为金门很多景点都是坑道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比较有特色的，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是值得来的，当地人推荐的啊。所以我们要往哪边走？右边，对不对？右边。那你说他凿这个隧道是干嘛用的？应该是补给的。补给哦。这附近就是碰到海。
我以为可以到海滩呢，没有。开放公共之后，这个就封起。哦。原本是可以出去，然后那个防波堤原本是没有。哎，这个景点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哦，这一排是不是？对。牛肉干就对了。鹿肉干，但是我们是没吃过鹿肉。金门人很多人不吃牛，所以我没办法推荐你。其实我也不吃牛哎。好，真的吗？但这是这边产的就对了。对，就是在地黄牛做的。老板娘，你推荐哪一个？我们金门牛在地的。哦，这不是哦，高坑的不是哦，这些都是哦。我还有分对不对？有分，那些都是澳洲的哈。良金、侨安、高坑还有老龙庄都是澳洲的。所以是台湾的工厂，然后澳洲牛来加工，是不是？对。金门要买哪一个？你推荐？买这些都金门在地的，但猪也是金门在地的哦。那为什么要来特别买金门的牛肉？金门的牛它是吃酒糟，肉慢慢长大，它的肉质会比较细嫩一点。没有像他们那个高坑的那种肉是澳洲的，它的肉质会比较粗糙一点。哦，那急速长大的肉都比较柴一点，就是等于慢慢养的，所以它的肉比较没有这么的被强迫，然后柴。哦 ，OK， 那要买牛肉条、牛肉饺还是牛肉干？你推荐？没有，这个是单独的片，这个是有随身包的。哦，然后这个 NG 的它不 NG 的它的东西是没有这个的盒装，它的是量少，然后价位是高。哦，这个是量多，价位比较少，它是250元，但是280克。好。然后它也有酒糟牛的，牛吃酒糟长大，叫酒糟牛。哦 ，OK。它老爹也比较软，都不错吃。它相对价位会比较高一点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肯定的嘛。哦，差一倍哦。你看125跟250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啊，来金门就要喝金门高粱，你要喝哪一个？哪一罐？来，回去还要带你。反正你清醒的也是撞车啊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有差吗？没差嘛。你喝到酒就不会开到车，对不对？我是为你着想。所以哪边是厦门，哪边是小金门？哦，那边是不是？那边是厦门。今天天气没有很好，所以看起来雾雾的。然后这边是小金门。那个桥连的是小金门嘛？对。对，我想说桥怎么可能连到厦门？所以你们是可以在海天随便捡都捡到这种蚵仔，就对了，很容易。对，很容易。然后以前是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就是这几组是我们家的。懂啦，就是地很多的意思，我懂。去年年底才弄。对。那这个桥有多长？4-5公里。4-5，那你开了多久？60是限速60，你大概开了多？10分钟内会到。还没有设定限速的时候，差不多5分钟。OK， 我可以带你过去。对啊，我可以带你。好，我们去那个桥好了。你看你这样我好紧张，我看你还拿下来好了。好，其实我们前面去当地嘛，就是实际探访，哇，其实一个很低的价格，37万，这也是一个金门人卖车其实比较辛苦的地方。我讲真的，就是怕麻烦而已，因为运回来我们整个也都知道1万块的船运费，这就是市场的资讯差。基本上以这样的实车现况，你回到台湾本岛上面做买卖，一定都是42、43。在这个区间，当时客户的要求42.5是很合理的。那有时候是这样子，不打不相识。我们后来因为甜不小心把车子跟人家 A 到了以后，他带我们就是整天可能去逛一逛，吃些东西。我会觉得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这种交易跟买卖就是很舒服的。为什么？他因为相信我们，然后我们买，其实也没有买到特别贵，我们买这个价钱，其实我们回来也是可以赚钱的。我有帮他去做到一个他有好处的、有价值的，那我这边也可以得到好处跟价值。那两个之间的那种互动啊，跟那整个交易的过程跟感受，信赖而且舒服的感觉。好，讲多了，马自达 CX-3听起来好像是马3的等级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这台车就是马自达2的底盘再加高，所以呢，这个车子其实新车那时候卖的价格很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，是2017年的嘛。这么小的小休旅车，它等于已经是算是市场级距里面最小的休旅车。它这个就是马2的底盘加高变 CX-3，所以它不是马3的底盘哦，所以会造成什么？马2嘛，我们都知道非常小。这个车子其实的市场很小众，我真的遇到很多
就是卖想要好停车的锁定族群，可能女生啊，刚买第一台代步车，在这个车子的状况里面还没有很懂的，都喜欢马自达这个品牌，因为你想哦，代步车常见的是什么？ Toyota Vios、Toyota Yaris， 你说17年的 Yaris、Vios， 什么配备都没有，然后很阳春，其实也要卖到接近这个价格哦。我们这个整理的费用大概花3万块，成本带到45万5，会卖在52万9、53万9这边。2018年的 Yaris 什么配备都没有，它其实市场卖价也都在40出头了。会买这个车子，它就是要什么？休旅车的离地层高度。 讲真的，马自达的质感跟氛围还是蛮好的，而且它配备是好的哦，小天窗、18寸铝圈、抬头显示器、iKey， 它就跟马3的标准的配备是很相似的，几乎一样。哦，你看它的中控萤幕，这不就跟马3如出一格吗？它没有选导航，为什么？因为金门当地那么小嘛，其实导航用的需求也不大。 我买代步车，可是呢，你那个 Yaris、Vios， 它都没有比较高的离地高度嘛。这种 C 叉车型嘛 ，C 叉30、C 叉3就是什么休旅车的底盘。回到问题点来了，你就知道空间度就有没有小的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它使用的是马自达2的底盘，可是以我178，我算男生偏高的嘛，其实是坐得住的。 不会因为它是最小掀背车的底盘，然后就内部空间很小很小，不会。其实感受上，这个后座空间没有比马3小太多，它的空间利用度是很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车长很短啊，4米、4米1而已啊。那车长短，你在市区上开、停车，然后压迫感，都其实是很轻松的。 后面就没有后座出风口，它把后座做得还不错，我相信后车厢空间应该就被压缩的比较多，好不好？小小的，但也够用了，不会说很夸张。就是比如说下面的还是有2层式的，28的是放不下的，所以呢。 它这个行李箱设置就是你要放到24寸的平摆的，这个可以放2个，这个放1个，还行啦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金门买车，给我了一个特别的过程跟经验。离岛的车子他在买，他在卖，为什么跟我们台湾市场行情不一样？就是差在其实船运上并不简单，是麻烦的。 包括我们要过去坐飞机，其实也要一定的时间。当地的交通其实是有一点不方便的哦。我那时候有尝试要叫 Uber 计程车，标准的55688都叫不到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谢谢大家。 今天汽车呢，耗资1000万打造汽车主题的游乐餐厅哦，餐厅消费350块就可以免费畅玩所有的游乐设施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卡丁车场。 8台连线的赛车竞速模拟器，室内亲子游乐区。现在呢，带大家来我们餐厅喽。我们餐厅呢还提供了超级好吃的日式料理，还有串烧哦。KTV 可以做使用，还有呢付费停车场，让您呢可以欢度快乐的亲子时光。